台湾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许多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可能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后，在台湾当地汉人士绅的组织下，以旧清军和黑旗军为核心编成的10余万义军，在台湾各地抵抗日军，史称乙未战争。从1895年5月29日，日本精锐近卫师从基隆奥迪海滩登陆算起，整个乙未战争持续5个月零10天，是台湾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付出了伤亡3万多人的代价。战争最终以日本占据台湾结束，19世纪末台湾命运迎来关键转折。但打开按照108课纲编写的台湾历史教科书，无论是泰语版还是南一版，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录。其中最惨烈的彰化八卦山之战更是只字未见。那么，为什么在如今不同版本的台湾课本里都非常默契地把这段历史抹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讲一个故事。是神，是佛，是魔。台湾各地至今仍有很多日本神社，香火旺盛。这些神社都有一个共同的主祭神，那就是日本亲王北白川宫能久。其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彰化八卦山，曾经建有一座超大的北白川宫能久的雕塑。国民党来台后，将雕塑改为如今的大佛。大佛脚下就是一座杀人坑。130年前，清台日军将八卦山战役中战死的台湾军民尸体丢弃于此。指挥这场惨烈战斗的清台日军头子，正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他也因此负伤病亡。在日本人眼中，他是开拓台湾为国牺牲的战神，于是在此开设祭神。大佛面前不远处矗立着679位亡灵的墓碑，都是当年八卦山血战中以血肉之躯保家的台湾义勇军民。八卦山的尺寸之地里，是神，是佛，是魔。台湾课本选择把这段历史抹去，不予回答，但不回答本身就是一种回答。面对墓碑、大佛、神社，作为台湾人的你该怎么选？你要站在什么样立场上看待这段历史？日据时期还是日治时期？日本占领台湾到底是日据还是日治？回答这个问题时，许多人可能会说，课本里写的就是日治，而非日据啦。回到神、佛、魔的问题，如果回到130年前，作为一个台湾岛民，面对外族的强占和屠杀，他会怎么回答？日本占台后，对台湾治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无法改写当年武力占据台湾、血腥屠杀的历史。台湾历史教科书选定的日治2字，背后是怎样的历史观点呢？没错，那就是听来有点刺耳的殖民史观。108课纲其实就是在这样历史观点下，以亲殖民者的视角来架构台湾历史。有人说，台湾人有亲日情节，执政党亲日，年轻人哈日，日本文化对台湾社会影响很深，曾经的皇民化教育消解了殖民仇恨。这些理由全都是理由，而不是历史。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作为生活在今天的政治现实下的台湾人，到底应该选择以怎样的观点看待历史？想清楚这个问题，或许就会知道乙未战争为什么会被抹去，历史为什么会被这样书写。